认真攻略，从不漏球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琉璃。暗黑4的 1.3.0 的改动蓝帖已经放出来了。那么在这期蓝帖里呢，除了对之前设计师死亡笔记的玩法进行削弱之外，他们也同步给予了许多冷门玩法的加强。总的来说呢，就是篝火上被挂上死亡笔记的电球法师、压制先祖锤野蛮人、毒灌注刀锋，还有迷踪野兽德鲁伊都遭到了极大的削弱。但是呢，考虑到第3赛季并没有屠宰场这样的极高难挑战，100层大秘境环境下，我自己这赛季玩的比较多的野蛮人、法师和死灵应该还是能轻松割草的。德鲁伊跟游侠我玩的不是很多，目前看上去呢，远程游侠应该也是可以玩的。而在中局玩法方面呢，暴雪是让90层以上大秘境直接掉落925这个最高级别的装等物品，应该会减轻一部分我们的建黄压力啊，因为这样后期大部分地图掉落的黄装我们都可以直接拆掉了，刷90层以上的时候你再好好看题材就行了。不过呢，稀有暗金的主要来源好像依旧是杜瑞尔，如果门票没有其他暗改的话，那么新赛季我应该是不会再去追求主副跟军帽了的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来看看 1.3.0 的详细改动。为了方便各位理解这些改动内容，琉璃这里也附带了大部分改动物品的技能啊、装备啊，在当前版本的效果截图。做这个玩意是非常耗时间的，希望大家看在这个份上给视频投个硬币，没有的朋友呢点个赞就好了。会在24号和新赛季一起到来的 1.3.0 版本中呢，暴雪为全职业带来了一个强化基础技能的暗金手套，以及呢一个征服基础技能的新的通用威能。新的防御威能目前不知道它给的护甲数值啊，但是增加闪避冷却的负面效果很是糟糕。无形夜空之戒也得到了重做，现在只要你用耗能技能，它就能给你提供 40% 减耗跟 40% 的增伤了。老实说啊，这才是稀有暗金该有的强度。赛利格的溶解之心也得到了改动，现在它的各种词缀都得到了加强，暗金的效果呢，对于速刷的帮助也更大了。就是现在我们没法用它来全额挡住输出了，只能抵消 75% 的伤害，剩下的还得靠你自己的血量扛。压制的基础算法也遭到了削弱，现在呢，生命值和强固给你带来的压制提升减半了。按照 200% 的额外生命计算，我们现在获得的压制伤害要少 500% 的 A 伤。对于所有用压制作为主要输出的玩法来说，它都是不小的削弱。不过对于认为生命值不加压制伤害的营销号来说呢，可能这个削弱就压根不存在就是了。然后是职业平衡的改动啊，琉璃会把职业的改动还有职业的 bug 修复一起说说。野蛮人这边呢，得到了一个新的暗金戒指，还有一个新的攻击威能，用于强化痛割和压制性的杨石飞沙。此外，暴雪还对冲锋技能进行了大幅的强化，现在呢，它的基础伤害提升了 900%， 能造成之前10倍的伤害了。这对于野蛮人开荒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。而被动方面，除了残暴之力哀悼之外，其他的终极被动都得到了不小的强化。现在呢，人形兵器和不羁怒火2个关键被动，在触发满额的时候，能够给我们提供 60% 左右的独立增伤。涌血创伤这个关键被动也得到了 buff。巅峰雕纹里啊，统帅进行了重做，现在它不再减少战吼的冷却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减少其他技能的冷却。怒火回荡呢也进行了改动，现在啊只要一个战吼技能就能让我们每秒回复6到10点的怒气了。而基于冲锋技能的加强，2个冲锋相关的威能也被削弱了。赤红狂怒之戒指也进行了调整，和前面几个加成一样啊，这些威能现在给予我们的加成现在都有了持续时间，这样子呢你就不能先去叠威能再去开 BOSS 秒他们了。对于连续性的战斗而言，这个影响是没有那么大的。野蛮人在这些改动之外还有一些修正，比如说碎骨者传奇节点的显示，以及破地者威能的修正。现在这个威能终于不会被我们的基础攻击触发了，这对野蛮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加强啊！因为在开荒阶段，我们能非常轻松的获取这个威能的低保，配合一些其他的技能，我们在前期就可以效率的获取压制了。不过呢，先主锤强化分支的 bug 也被修复了，现在我们没法再白嫖到这 30% 的增伤了。结合前面对压制的改动，还有一些被动的调节，压制先主锤这个赛季的玩法强度呢，很可能就只有在第2赛季的 30% 左右了。但这依旧无法撼动它在全职业的 T0 地位，因为就算这个玩法被削弱到了 10%， 野蛮人的伤害也能溢出到秒杀100层的领主和莉莉丝。新赛季在目前看上去是没有类似屠宰场的高压环境的，
那么这就意味着在你的先主锤成型之后，你还是能秒。如果你不打算继续锤地的话，也可以去试试流血、阳石飞沙，或者是暴雪这赛季新推出的普攻体系。这个赛季琉璃依旧打算野蛮人开荒，过几天应该会更新一下开荒的攻略。德鲁伊在新版本得到了一个暗金的手套，它的词缀跟威能呢，之前的视频有提，主要就是用来强化雷暴的。还有一个新的征服狂犬撕咬的威能。技能方面呢，加强了狂犬撕咬、疯狂撕咬还有浩劫几个技能的系数，同时调高了各种减伤被动的数值。领悟的恩惠方面也得到了强化。巅峰方面呢，传奇雕纹也得到了加强。传奇威能方面，除了迷踪野兽的重做之外，其他的也都是对冷门流派的加强了。bug 修正方面，德鲁伊也不是很多，因为德鲁伊琉璃玩的比较少，所以这边我就不多聊了。总之我感觉下版本雷暴速刷应该是挺不错的。死灵法师呢，在新版本得到了一个加强血毛玩法的暗金衣服，它可以让血毛额外提供强固和生命球，还有给它一定数值的增伤。但另外一个攻击威能就很强了，可以让骨灵释放基础技能白骨碎片，同时呢，根据白骨碎片的命中来获取精魂。骨灵的强化也不止这个威能，它本身的数值也得到了提高。同时呢，强化分支的回复精魂也从30点固定数值改成了 30% 的魂能上限。再配合之前改动过的骨灵威能，我们就能获得一个满暴击，同时呢还能自己给自己回复大量精魂的骨灵。这个骨灵还能提升我们的精魂上限，算是一个很优质的自循环打法了。而除了骨灵相关的改动之外，死灵的其他技能也得到了强化。除了邪暴对暗影邪暴这边有点削弱之外，其他的比如说铁处女、枯萎、灰斩，还有分解和血雾的改动都算是加强。古劳这边呢也得到了机制的优化以及加强。王者之书这边也强化了傀儡以及给骷髅们的回血。巅峰方面则是加强了邪性领袖以及傀儡这个巅峰雕纹。传奇威能的改动呢，除了骨灵之外，还有铁处女、分解和傀儡相关的威能。不过这些威能呢，一般也没人带就是了。死灵在新赛季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多了骨灵玩法，其他的玩法像是血涌和血毛受到压制改动的影响有所削弱。不过呢，在前期开荒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后期我们应该还是玩暗影邪暴或者是骨灵玩法。那么话分两头啊，游侠这边可就惨了。虽然远程玩法得到了加强，但作为底库的近战毒灌注玩法遭到了极大的削弱。我们先来看看游侠的新玩具，一个可以在释放终极技能之后大幅的强化核心技能的暗金裤子。想要高效利用它呢，我们肯定是需要刷大招的冷却的。但在游戏里啊，最优质的刷大招方式，就是穿上同一个部位的摇曳之步鞋子，其次才是游侠的预备专精。而除了这个尴尬的鞋子之外，还有一个可以刷新隐蔽和引爆隐蔽之后呢，可以给减伤的威能对远程游侠可能会有所帮助。游侠呢，在技能方面得到了许多的加强，比如说锋刃闪转、振奋打击、强化铁击力、剑雨、冰霜灌注、蓄力劲射，还有穿透射击等等等等。这些改动对远程游侠都是利好，但是近战玩法的核心毒素灌注的强化被砍了。现在他的毒素技能增伤直接被暴雪移除了，改成了不知所谓的毒素灌注冷却缩减。我很好奇设计师在玩毒游侠的时候是不是脸黑一直刷不出毒池啊？有毒池了，我毒灌注都无限释放了，要你这个减 CD 有啥用呢？而除了毒灌注之外，近身格斗这一个关键被动也挨刀了，提供的额外增伤转化比例呢，从 40% 一刀到了 10%， 换来的是不痛不痒的每个技能额外 5% 的攻速。远程玩法的核心被动精准也进行了重做，现在它不再需要我们技能暴击就能叠成了，而且叠满之后呢，只会被核心和终极技能消耗，提供的增伤也更多了一些。传奇物品方面，刀锋舞者的威能遭到了削弱，配合它与毒素灌注联动的机制改动，还有迪伯特意志的额外连击点移除，新版本的毒灌注留下挨刀有点太凶了，这种玩法你换成压制野蛮人都不一定活得下来啊。而除了刀锋灌注玩法的改动之外，新版本的游侠呢还有几件威能进行了加强，同时3把暗金弓、风之力、猎天者还有鹰之号角都得到了加强，算是设计师钦定啊，新版本游侠一定要玩远程了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和内测一样快乐的驾狙爆发了。法师获得的新暗金头盔之前也揭晓了，是一个强化陨石的暗金头盔，而新的传奇威能呢，则是提高冰刃和易伤的进攻威能。技能方面，球状闪电挨了很重的一刀，
配合下面的球闪的改动啊，电球可能只有这赛季20%左右的伤害了，甚至还会更低。献祭了球闪，换来的是暴风雪和闪电矛的加强，以及火系的巅峰节点和召唤巅峰节点的强化，还有呢陨石的威能、电核弹的暗金以及冰心长库的强化。不过下个赛季没有特别高难的地图，赛季的密库玩法对法师也是比较有利的。估计呢下个版本法师可以依靠暴风雪或者是电弧继续打速刷。职业的改动之外，就是一些游戏性的更新了，比如说地狱狂潮现在每小时稳定持续55分钟了，但是还是有5分钟的补影期来清除材料。高级的噩梦地下城提供给我们的提纯恐惧掉率会提高。此外呢，逃脱卷轴现在是一个传奇物品了，不会再因为你的失误而丢失了。闪光人柱这个打孔器现在的爆率也变低了，但是呢，你可以从军团的箱子里开出它。材料的堆积上限被暴雪提高到了99万，贪魔的哥布林掉率也得到了优化。此外，世界 BOSS 虽然掉落的装等降低了，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它每周宝箱里开出暗金装备了。后期的高强度的装备获取也进行了调整。现在除了都瑞尔之外，我们还能从90层以上的噩梦地下城里直接获取925品质的装备，这样子后期我们的剑皇压力会得到不小的缓解。大世界和底层掉的黄装如果就不是首饰，那你就可以直接拆了。但是稀有暗金我们还是得去刷都瑞尔，实在让人有些提不起劲了。那么以上呢就是 1.3.0 补丁的改动介绍，更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查看评论区的图文链接啊。我是琉璃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